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无尽的楼层，我是一名夜班保安，工作的地方是一栋全新的商业大楼，33层高，配备了最新的安保系统和监控设备。在大多数人眼中，这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职场环境，但对我来说，这里的夜晚有些不对劲。作为一名夜班保安，深夜的公司大楼总是安静的有些不寻常，只有电梯的叮声偶尔响起，打破寂静。有时候我会想，这幢大楼似乎有自己的生命，它在夜晚更加活跃。这天午夜，监控室里只剩下屏幕上的影像和偶尔的耳鸣声。我习惯了这种静谧，却又无法忽视它带来的压迫感。我正在监控室看着屏幕，冷不防一通电话铃声响起，划破了这片寂静。您好，这里是保安室，我接起电话。起初只有一阵杂音，接着传来一个模糊的声音：34楼，快来。我皱起眉，心跳加速。这通电话有太多不寻常之处。首先，大楼只有33层，其次，那声音听起来不仅模糊，还带着某种奇怪的颤抖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我试着再说几句，但电话已经挂断了。我看向监控屏幕，楼层一切正常，但不知为何，我的目光停留在一部电梯上。它的楼层显示突然闪烁起来，最后稳定在34。我愣住了，心底某种不安感开始蔓延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决定亲自去查看。电梯门开的时候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踏进去按下33楼。随着电梯缓缓上升，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心里安慰自己这只是一场系统故障。但当电梯停在33楼时，它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打开门，而是毫无征兆地继续向上升。这不可能，我看着电梯面板，数字从33跳到34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楼层。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露出一条长长的走廊，与白天看到的办公楼完全不同。走廊里的灯光泛着诡异的暗红色，地板上满是像血迹般的污渍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而腥臭的味道。墙壁像是被烟熏过，呈现出不均匀的黑灰色，还有几幅破旧的画框挂在墙上，里面的图案早已模糊不清。有人在吗？我试探性地问，声音在走廊里回荡，但没有回应。正当我准备按下电梯按钮离开时，我听见了脚步声。那声音从走廊深处传来，沉重而缓慢，一下一下地靠近。我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，心跳快得像是要跳出胸膛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雾气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。这里不属于你，低沉的声音响起，带着一种压抑的寒意。我想按下关门键，却发现按钮完全失灵。那个身影渐渐清晰了，他是一个瘦长的男人，脸苍白得像一张白纸，五官却模糊得无法辨认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诡异的笑容，让我头皮发麻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没有靠近，却让我感觉整个空间都充满了他的气息。我疯狂地按着所有按钮，终于电梯门慢慢关上了。电梯开始快速下落，我握紧扶手，心跳如雷。然而，屏幕上的楼层显示开始变得混乱，数字从1变到50，又调回负数，最后变成了一串无法识别的符号。电梯里的灯光开始闪烁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霉味，还夹杂着金属锈蚀的腥臭味。我觉得自己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几乎要窒息。当电梯再次停下时，门打开，我的双腿几乎不受控制地迈出去。外面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天空是灰暗的，地面覆盖着干裂的土壤，像是荒废已久的荒原。远处的树木枯死得像骷髅，雾气缭绕，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。我转过头，电梯却已消失，只剩下一道金属墙。我喊着：“喂！”
有人吗？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，但没有一点回应。远处的雾气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正是刚才在电梯里见到的男人。这一次他的身体更加清晰，但五官依然模糊，唯有嘴角的笑容更加诡异。他缓缓向我走来，每一步都像敲打在我的心上。你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我大喊着，却得不到回应。他停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，低声说了一句话：你不该来这里。他的声音像在我脑海中响起，冰冷的让人发颤。我拼命地四处找出口，但这片空间像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迷宫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地面开始出现裂缝，裂缝中冒出黑色的雾气，仿佛要将我吞噬。我慌乱地四处奔跑，却发现无论我跑到哪里，那个男人的身影总在前方出现。放我出去！我嘶声尖叫，但回答我的只有无尽的沉默。就在我几乎放弃时，我的手突然碰到了一个冰冷的金属表面。我猛地转过身，发现电梯的门又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不假思索地冲了进去，狂按关门键。门关上后，电梯开始快速上升，屏幕上跳动的数字逐渐稳定下来，最终停在1。当门再次打开时，我发现自己回到了熟悉的一层。我跌跌撞撞地走出电梯，四处张望，确认自己真的回到了现实。但当我回头看电梯时，屏幕上的楼层数字突然变成了34。那扇门缓缓打开，里面是一片无尽的黑暗。那天晚上，我辞去了工作。可是，每当我闭上眼，我仿佛又听到了那个低沉的声音，在耳边挥之不去。停留在过去的影子。小美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白领，为了节省通勤时间，她搬进了一栋老旧的公寓。这栋公寓建于上世纪70年代，外墙剥落，走廊灯光昏暗，电梯也散发着金属锈蚀的味道。但由于租金便宜，小美并不介意。搬进第一天，邻居太太就特意提醒她：小姑娘，这栋楼的电梯有些奇怪，特别是深夜，最好少用。小美听完只是笑了笑，觉得老人家不过是迷信，于是莫放在心上。某天晚上，小美加班到深夜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。进了公寓，她如常按下电梯按钮，电梯门打开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她按下8楼，倚靠在电梯墙上，闭目养神，等待到达目的地。电梯缓缓上升，当数字显示到5时，她突然停下来了。电梯门开了，露出一个陌生的楼层。这个楼层的灯光昏黄，地板上的瓷砖斑驳不堪，墙上挂着几幅发黄的旧照片，画框也已经裂开，整个空间看上去像是被遗弃多年的地方。小美愣了一下，心想这可能是楼层装修未完成的区域，正准备按下关门键，却听到远处传来脚步声。她向外张望，看到走廊尽头站着一个身影，一名女子，穿着老式的旗袍，站得笔直，低着头。她的头发长长的垂下，遮住了脸。小美感到一股寒意爬上脊背，但还是鼓起勇气问了一句：请问这是哪一层？女子没有回答。过了几秒，她慢慢地抬起头来。小美屏住呼吸，盯着对方的脸，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倒退了一步。女子的脸苍白如纸，眼神空洞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惊慌失措的小美连忙按下关门键，电梯门缓缓关上。她听到身后那女子轻声说了一句：你怎么就走了？电梯门完全关上后，数字继续跳动，电梯恢复了运行。回到自己的楼层，小美心里七上八下，急忙掏出钥匙打开房门，进去后把门反锁。躺在床上，她努力说服自己，刚才的一切只是因为疲惫过度产生的幻觉。然而，那女子空洞的眼神和诡异的笑容却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美尽量避免深夜搭电梯。然而，奇怪的事情接踵而至。
他开始频繁地在家中听到微弱的脚步声，仿佛有人在走廊上踱步，但每次打开门查看，却发现走廊空无一人。有时睡梦中他会听到一个女人低声叫他的名字，声音沙哑而冰冷。一个晚上，小美决定彻底搞清楚这一切的根源。她在电梯按钮旁仔细查看了一遍，试图找到这栋楼是否有标记那个奇怪楼层的痕迹。结果毫无所获，标牌上显示的楼层顺序完全正常，但她的心里有个声音催促她去查清楚。当晚，她再一次搭上电梯，这次按下了每一层的按钮，试图找到那个楼层。但无论怎么按，电梯都没有再停下来。小美的内心越发不安，她隐约觉得自己必须主动到那个楼层去。午夜时分，她带着手电筒，穿着运动鞋，决定步行从楼梯间下楼，看看是否能找到那个楼层。然而，她步行了好几层，依旧没有发现异常。当她准备放弃时，楼梯间的灯突然熄灭了。漆黑之中，她的手电筒的光柱微弱，照亮了前方的一扇铁门。门上没有标记任何楼层号码，看起来陈旧而瘆人。她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推开了门。门后的场景正是那晚电梯门打开时看到的陌生楼层，昏黄的灯光，斑驳的瓷砖，墙上的旧照片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霉味，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有人在吗？他低声问，声音颤抖。默人回答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墙上的一幅旧照片吸引了他的注意。照片里是一群人穿着老式服装站在一起合影，但最左边的那个人竟然是当晚他在电梯里看到的女子。照片下方有一行字：1973年全楼住户合影。小美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这名女子可能早已不在人世。正当她愣神时，身后突然传来轻微的脚步声。她转过身，看到那名女子就站在走廊的尽头，嘴角依旧挂着诡异的笑容，眼神空洞地看着她。你不该来这里，女子再次低声说。小美感到双腿发软，拼命地向楼梯间跑去，但脚步声却越来越近，仿佛就在她的耳边。她冲进楼梯间，奋力拉开门，然后一路狂奔回自己的楼层。回到家中后，她把门反锁，蹲在地上，浑身颤抖。几分钟后，她听到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，缓慢而有节奏。她屏住呼吸，从猫眼向外看，外面空无一人。第二天，她决定搬离这栋公寓。然而，就在她整理行李时，她注意到门牌号发生了改变，原本她住的802变成了陌生的数字703。离开公寓后，小美试着调查这栋楼的历史，最终从当地的报纸档案中找到了1973年的一篇新闻。这栋公寓在那一年发生了严重的火灾，7楼几乎全毁，住户无一生还。小美意识到，她所看到的楼层可能正是那场灾难遗留下的影子。虽然她已搬离，但每当她搭电梯时，仍能感觉到有双冰冷的眼睛在背后注视着她。另一个我，阿杰是一名加班成瘾的程序员，他的工作总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每晚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，连保洁阿姨都比他走得早。他已经习惯了深夜一个人乘电梯下楼，孤独、疲惫，却也带着些麻木的安心感。那天晚上，时间已经接近凌晨1点，整栋办公楼静得出奇。阿杰把电脑装进背包，准备离开。他走进电梯，按下1楼。电梯门关上后，里面只有他自己。沉默的空间中，只听得线机械运行的嗡嗡声。当电梯显示数字从7变到6时，他突然停了下来。阿杰皱起眉，这种状况很少见，但他莫多想，按了几次开门键，却毫无反应。他心想，可能是电梯出故障了，正准备打电话求助时，电梯突然再次启动，但方向却改变了，往下走。
屏幕上的楼层数字快速闪过，很快降到 B3。阿杰愣了一下，因为这栋楼根本没有地下3层。他按了所有按钮，但电梯没有任何反应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操控着。电梯门打开，外面是一片阴暗的地下空间，墙壁斑驳潮湿，地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和霉变的气味。阿杰探头望了望，发现这里是一个废弃的停车场，空荡荡的，似乎很多年没人使用过。他走出电梯，想看看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。脚步声在空间中回荡，每一步都让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压迫感。停车场的墙上挂着破旧的指示牌，但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，像是被时间侵蚀的无法辨认。突然，他感觉到背后有一道阴冷的目光，他猛地转身，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人。那人穿着和他一模一样的衣服，甚至连背包也一模一样。喂，阿杰试探性地喊了一声，对方没有回应，只是低着头站在原地，肩膀微微耸动，似乎正在轻轻地笑。阿杰的心跳开始加速，他缓缓后退，试图回到电梯里，但那人突然动了。对方抬起头，用死灰般的眼睛盯着他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奇怪的笑容，然后一步步向他走来。你是谁？阿杰大喊，声音带着颤抖。那人停了下来，低声说，我是你。阿杰的脑袋一片空白，他拼命地跑回电梯，疯狂按着关门键。对方加快脚步，几乎要到达电梯门口时，门终于关上，电梯开始上升。他大口喘气，额头冒出冷汗，眼睛死死盯着面板上的楼层数字，直到他稳稳地停在1。电梯门打开，熟悉的大厅出现在眼前。他跌跌撞撞地跑出去，甚至连身后是否有人跟随都不敢回头看。回到家中，他将门反锁，打开所有的灯，试图驱散那股挥之不去的恐惧感。但奇怪的是，他的房间里似乎多了一些异样的东西。书桌上放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水杯，衣架上多了一件与他今天穿的一模一样的外套。更奇怪的是，他放在沙发上的背包竟然有2个。他拿起其中一个检查，发现里面的东西和他自己的背包完全一致，甚至包括刚才的加班记录。不可能，阿杰喃喃自语。他的手开始颤抖，想把多出来的背包丢掉，但内心的恐惧让他不敢靠近它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杰在工作和家中都感到不安。他总觉得有人在跟着他，时不时在办公室的玻璃反射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但每当他回头看时，却什么都没有。1周后的深夜，阿杰加班结束，又一次坐上了电梯。这次他特别小心，先检查了电梯的运行正常，才按下1楼。电梯平稳地下降，但在即将到达1楼时，灯光突然熄灭，屏幕上的数字停留在 B4。阿杰按下所有按钮，然而电梯门毫无预兆地打开了。门外依然是那片废弃的地下停车场，和上次完全相同。这次停车场里多了一面破碎的镜子，镜中映出的并不是他自己，而是那个他。镜中的人嘴角上扬，冷冷地看着阿杰，说了一句话，这一次该换你了。下一秒，阿杰感觉到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他的肩膀。他试图挣扎，但身体却像被冻住了一样动弹不得。那人从背后绕到他面前，眼神冰冷地盯着他，然后轻声说，你该休息了。电梯门再次关上，里面只剩下那个他的身影，阿杰却再也没有被人见到过。几天后，同事们发现阿杰的工位上多了一个人，看上去与阿杰一模一样。他仍旧加班到深夜，做着阿杰的工作，但没有人注意到，他从不照镜子，也从不与任何人提起地下3层的事情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
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